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游戏就是《兽王记》（Other Beast）。来，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就开始玩。Rise on your grave。刚听到声音就知影是《兽王记》开始啊，意思就是讲，你咧蒙阿波干咩背起来？好来，《兽王记》当年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款街机游戏哦，它结合了变身的系统。还有就是过关的要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把双头狼、白色双头狼给打爆的话，它就会出现能量球。我们吃下能量球哦，一个人如果吃了3个的话，肌肉会渐渐变大，吃满了3个，最后就会变成兽人战士。你看我们现在再吃一个，直接变成了兽人战士。变成兽人战士之后呢，攻击力啊、移动的速度啊，还有特殊的攻击方式，就会让你打小兵打得变得非常的简单。简单来说，就每一关一共有3个轮回，你只要在其中的任何一个轮回完整的吃到3个能量球，变身成兽人战士之后，就可以直接挑战该关的魔王。魔王为了就是录影的时候的方便性所以我们直接就把其中一个直接改成每一关它就直接变成兽人战士了。好啦，现在我们就到第一关的首领啦。他变大之后就大叫：“Welcome to the Doom！” 就是讲欢迎来到你的末日。台语就是讲你被抓起来啦！好啦，第一关的王就是他会把他的头一直往天空丢，就是稍微闪躲一下一直对他喷火球或者是踢他。简单来说，就是第一关的难度其实也不高啦，稍微背一下，然后闪一下敌人，就过了。好啦，这样第一关就过啦。看一下，从地上跑出来这个魔神的头，他就把2个兽人战士的能量球全部收走之后，都绕跑啊。于是2个兽人战士就继续去追逐这个魔头啦。我们看到水晶球里面看到这个光头魔王俩的这个梅亚，这个梅亚其实就是战神雅典娜。我们等一下就简单来介绍一下《兽王记》的故事。《兽王记》是 Sega 在1988年6月在日本发行的街机游戏。游戏故事剧情叙述在天地尚处于混沌时期的远古时代，存在着一个名为兽人族的种族。当兽人体内的力量活化且精神力提升到极限的情况下，便能够化身成为野兽形态的兽人。而令人闻风丧胆的兽战士们以强大的力量力压其他种族，最后成为了地上的支配者。最后因为傲慢而自称为神的兽人们被主神宙斯封印在石头里面，并进入了长时间的沉睡。1000年后，从地底深处复活的魔神支配了地上界。主神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前去讨伐魔神，居然也被俘虏并成为了人质。主神宙斯便解除了兽战士们的封印，命令他们去收服魔神，以解救女神雅典娜。值得一提的是，《兽王记》是由知名的 Sega 第一研究开发部所制作，他们也曾经制作了知名的街机游戏，像是人 Shinobi 或者异形风暴 Alien Storm， 知名的游戏都是由他们所开发的。好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第2关的首领这里了。这一关变身的就是龙人，其实魔王认为，其实《兽王记》里面所有的兽人最厉害的，其实应该就是这个龙人了。第2关的王就是一个长得非常奇怪的植物，它的名字叫 Octoeye。翻译起来，魔王也实在是搞不大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呢，日文直译就是有点像八爪鱼的意思，看起来也不像八爪鱼啦。反正当年《兽王记》的这个制作小组在每一关的魔王每一关的首领在取名字的时候，就是那个概念是什么，我也搞不大清楚。那这一关的攻略方式呢，其实呢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冲到最前面的眼球那边，然后就是用踢脚的，就是用身体放电的方式，直接把他们都电爆。你说比较保险的方式呢，就是像魔王这样在远远的地方射。好来，于是这一关也就过了。一样的状况就是地上的魔神，他要把你的能量球都抢走了。我们继续赶到下一关去。好了，我们看到过关画面的水晶球，那雅典娜被光头魔神给绑在十字架上，那不知道这做法做什么东西啊？随着剧情的推进，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就到第3关啦。第3关是个地下洞窟，一开始有非常多的黄蜂在那边跑来跑去。其实这关开始它的难度就慢慢增加了。然后一样
我们还是要做的就是赶快吃能量球，它吃了就会大叫 Power Up， 可以够都行啊，肌肉越变越大只，只要每个人凑足了3个能量球的话，就可以变身成兽人啊。这一关的兽人其实是这个熊人哦。魔王觉得其实这个兽王记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每一关的这个兽人族的兽人战士，他变身成的这个怪物啊，这兽人的那个创意其实都非常的有趣。我们吃最后一个，直接就变成熊宝贝啊，变成绿色的。我们看它就有2个比较主要的攻击方式，一个就是吐石化光线啊，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用翻滚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吐成石化光线，它直接变成什么石头，它再把它滚掉，就戳开啊。这一关的首领很快的，我们就发现它就在前面啦，只要把那个前面这个怪物把它打倒就好了。各位变态应该有发现，这边很多怪物都是跟战斧啦，都是一样，因为都是同一间公司出的嘛。好啦，各位变态，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关的头目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像修鸠雷的龙形怪物它的日文名字是 Morudisneru， 这翻译结果居然是发霉的指甲，其实就是真的魔王搞不清楚，搞不懂兽王记这个命名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啦。这关魔王的攻略方式呢，就是一个人一直在往前面它滚轰滚，另外一直吹另外一个翻滚它打出来的攻击的子弹，这样就过啦。好啦，这样我们第3关不知不觉就过啦。其实在录这些街机游戏魔王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因为剪接的部分不多只需要把配音做一做。那么一样就是看一下过关的画面是什么。你看，都是咱的雅典娜快要变成一只昏叫啦。好啦，那我们就到下一关去咯。好啦，不知不觉第4关已经是倒数第2关了我们看到这一关的兽人就是这个老虎人老虎人的绝技就是会吐这个能量球那能量球的攻击范围就是螺旋状的，会稍微比较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攻击就是上下攻击可以对付空中的敌人。说到这个兽王记啊，当年 Sega 的那个街机游戏里面啊，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能够同时2个主机副机一起出来玩的游戏其实是不多的。那兽王记算是 Sega 擦亮了它的街机动作游戏的第一款游戏的招牌。后来又陆续出了像战斧啦，或者是异形风暴啊，然后使得 Sega 在街机的霸主地位逐渐的就成型了。所以其实说起来，那个整个兽王记呢，也是算是 Sega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好啦，我们现在就拿到了3颗能量球啦，所以2个人已经变成了就是老虎人啊。以前就是这个在日本啊，有个知名的摔跤手叫虎面啊，那个非常的出名因为他的攻击招式非常的华丽，所以其实后来有许多的游戏啊，都把这个虎面这个角色放到他们的游戏里面。我们在兽王记里面其实有看到这个影子在那玩到游戏玩到这边，其实它的那个难度就变得越来越高了，所以看就是这一些小兵呢，沿路上面的小兵，甚至还有自爆的情况发生。好啦，不知不觉也到第4关的王啦。魔王觉得其实整个游戏里面最难打的应该是这个第4关的这个首领它看起来就像一只胖鳄鱼，日文叫做法迪库洛科大伊鲁，翻译起来也就是一个肥鳄鱼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不断的喷火球变成说我们只能蹲下来打，然后它还会就是射出那个小的龙人，就是我们在第2关变身的这个龙人整个在打的时候，就是魔王觉得他是整个兽王记里面5关魔王里面，我觉得他是最啰嗦的。然后一个打的方式是蹲下一直发射火球，也是一个方式啦。先说啦，魔王也是一样啦，就这个把它调成无敌啦，这样在录影片的时候比较方便，好不好？看起来它就快刷起来啦。好啦，这样我们就打过啦。我们看到就是一样，那个魔神从地下钻出来，然后把我们的能量球全部都收走，我们就继续追杀这个光头魔神。我们就看一下到第5关的通关画面，过关画面你看。那雅典娜给我变做几条昏叫啊！
这魔神就欢喜啊。好啦，那我们就到最后一关啦，黄泉啦。好啦，第5关已经是最后一关啦。那整个游戏玩到这一边，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齁。然后，当然在敌人在这边的攻势也变得很猛烈。我会发现，如果魔王没有记错的话，就每个双头狼它基本上都是动态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没有记得它出场的顺序啊，然后还有节奏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难拿到能量球。魔王也30多年没玩了齁，早就已经都忘光光了。那我们就且战且走。当年的兽王记啊出的时候，其实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它的游戏是简单易懂的，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变成兽人的时候，它的战斗力就是跟一般人是差比较大的，所以变成兽人之后，就是整个小兵啊这些小喽啰，整个就是摧枯拉朽的被打败，是非常具有快感的。然后于是夹带着街机所受到的欢迎。移植到了非常多的主机版本里面，甚至于就是在它出了街机版本没有多久之后 ，Sega 就肥水不落外人田，很快的移植到他们的 MD 的主机里面。当年呢，就是如果有钱可以买一台 MD 的主机啊，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羡慕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当年的 MD 就是移植了非常多大台的相关游戏，那你等于就是把街机搬回家里啊。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一件事。魔王当年也是买不起这些这么贵的主机啊，也是跟同学借啊，然后就在家里面玩兽王记啦，或者玩战斧啊，然后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人生真的就是圆满了。为什么？因为本来在街机厅啊，都得投钱才能玩的游戏，现在在家里爱玩多久就玩多久啊，玩到爽为止。想起以前的那个时代啊，很容易就满足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关就是2个人都一起变身啦，都变成狼人其实就是跟第1关变身的兽人是差不多的。这是我觉得整个兽王记里面设计唯一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原先以为说一共有5关，那5关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兽人，结果就是没想到玩到最后一关结果这个兽人居然跟第1关的兽人是一模一样的，其实这有点可惜好，那我们看到最后一关的王要出现啦。这第5关最后的首领就是这个犀牛这犀牛其实在打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远远的发火球然后如果他朝你冲过来的时候你就用狼的那个踢就跳过去就好了。然后现在魔王年纪大了也懒得就是这么讲究技术了，反正2个一起围殴嘛，围殴围一围也就死了。你看那个。看打一打就变紫色的，等一下我看他踢个鸡腿也就歘起来了。好，这个游戏这样就破打呀。再来看小鸟啊，你看就是雅典娜就被我们救出来了，结果伊那变做一只昏叫嘞。这魔王当年在看这个通关画面的时候，在破打已经。奇怪，那拢变婚教跟未来战士同款，结果后来就伊就变做一个阿妹啊。好来，于是兽人族的战士们就拯救了这个世界顺便也把雅典娜给救回来啦。所以我们在水晶球里面就看到说，把这个梅亚救回来。那就看到后面这些就是兽王记破关的画面，但各位老屁股应该都已经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你看这5个光头就是5关的魔王。然后先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这5关的首领其实不是同一个每个都不一样。好来，这个就是结局画面啦。结果兽王记就是一场电影大家就电影杀青了喝个杀青酒。这就是制作小组的场面啦。好吧，那这个游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那下次有机会，魔王会再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怀旧游戏。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